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很多人想要轻松的投资理财赚钱，进而达到财富自由，但也有人想靠投机赚快钱。想象能否成为暴发户，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投资这件事？因为有些关键点将会大大的影响你在未来对投资的判断、决策和策略。而投资股票这项工具是否有办法得到长期又稳定的获利？若以往都只是靠运气去投资股票，相信很大的机会不是亏钱就是套牢。世界最厉害的投资家之一是股神巴菲特，他曾经说过，投资的第一条法则是保证本金永远不要亏损，但在股市里面97%都是亏钱的。原因就是大家把着重点都放在了股票买卖的时机和方法上，而巴菲特用的是价值投资法。不只是看股票价格，他用低买高卖，买那些被低估的绩优好股票，然后避开熊市，只在牛市追涨杀跌。另外，一个人可以长期在投资上赚到钱，看的不是买卖选股的方法，而是风险管理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亏损越大，你回本就越难。假设投资股票台币1000元，赔了500元，在亏了50%情况下，就需要赚100%才能赚回本金1000元。这就是亏损本金的严重性。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观，或许人都可以在股票上赚钱，可是要怎样做才能做到一直赚钱而不要亏钱？若只能单靠投资股票，有办法达到财富自由吗？市场上约有70%的投资者都想模仿他的投资方法。巴菲特大约96%的财富是在60岁后才获得的，而我们若想模仿成功人士，是否也应模仿他们面对失败的态度？买股票要怎样才能做到不亏钱？巴菲特的策略是需买的便宜。经济学中，一件商品会有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。股市的原理，涌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加，股票价格就会上涨，出现所谓的牛市。若遇经济不好的状况下，例如2020年因为疫情大爆发，大家对股票市场很悲观，就将资金撤出股市。若选择此时进场，就能买到相对便宜的股票。等2021年经济重新转好，便宜的股票就会回到它应有的价值，有些人就能在这过程中赚一笔钱。但价格不代表价值，每当遇到经济萧条时期，股票价格就会远低于它应有的价值，这时买入，将来就能赚钱。巴菲特会在股价下跌时将资金分批买进，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最低点，另因熊市购买股票便宜，这样可以让投资回报率更高。人们在投资时，是否有在股价下跌时就恐慌的抛售卖出，或是像巴菲特继续持有，还不断买入？但巴菲特长线持有是有经过研究的大盘股，并非靠炒卖消息的小盘股。很多投资人都不看公司基本面，而是靠打听消息，或是只看公司股价走势、K 线图来决定是否购买。巴菲特说，没有研究过基础的投资，就好比是闭着眼睛在开车，若只是看公司的价格就去买股票，一定很容易就产生亏损。建议投资者应该明白清楚自己买的股票或商品是什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股票投资的5个好方法，千万别乱买。学习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心法，复制成功人士的投资模式。1、选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。刚开始学股票投资的人都会考量，到底是要用定期定额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，还是要一次性投入资金购买，但又担心目前价格太贵或股市波动大，是否总是会想等再稳当一点再进场。例如，若是用定期定额方式，就是在固定一段时间投入固定金额，比较不用预测进场时机，就可以平均每次投入的价格。另也可以设定系统，自动固定于每月的几号扣款，买入指定的投资标的，就可以避免受人为因素之影响。2、投资后股市就跌怎么办？股票投资跟储蓄存钱不同，是会存在风险的。常听到人说，每次买进某一只股票后就立马下跌，因为很多人在投资时只看短线，若以长线来看，就会了解全球股市
长期其实是呈现向上之趋势。不过前提是你要很清楚为什么投资这个标的。建议不要在股票市场上四处乱投，这种投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。虽然说是要分散投资风险，以及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，但也要慎选有好绩效的股票组合，宁缺毋滥，应只挑选潜力好的几只股票去进行投资。3、投资之前请先想好风险。当看到别人投资买卖某些股票赚很多钱时，也会想象自己变成有钱人。但你有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？是否愿意去研究或定期检视这家公司的状况？不要等买进后才到处询问他人脱手或加码意见。建议在投资前就应先去了解为什么要投资这个标的，也要自行学会判断。另外，最重要的建议是一定要做好停损点。买入股票之前即预想自己最多愿意亏损多少钱，然后设置好停损的价格。万一若是不小心产生了决策错误，若有做好停损，就可以保护本金，或等待下次再进场。因已经历过回调或洗盘，长期来看胜率还是存在的。4、勿太烦恼无法掌控之事。不要去担心你没办法掌控的事，像是通货膨胀、通货紧缩、美国联准会升息降息或经济景气等大环境因素。这些新闻只会让你感到焦虑。因有研究发现，无论是股市大涨或大跌时，约有 75% 都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，故不如聚焦在你可以控制的事物上，例如投资风险的承受度、个人财务目标、投资规划、每月储蓄额，以及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等。5、先研究历史的投资风险。可以事先研究过去历史的股市发生波动情形，提前做好风险规划，更能撑过短期的剧烈波动，比较不会做出轻率的决定，进而实现长期投资。例如，美股大盘在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时，最大下跌幅度至 50%， 大约持续1年，但在2009年3月后就进入长达10年的牛市，故若能长期持有，也能获得不错的投资报酬。最后建议大家也要了解股市大盘，例如台股大盘加权指数、纳斯达克指数、道琼工业指数、香港恒生指数等。因为当这些指数见顶，随后就会急转向下，步入熊市行情。不管股票是好还是坏，通常都会追随大盘下跌，甚至崩盘。而当股票大盘崩跌时，会有高于 75% 的几率个股也会跟着大盘下跌，甚至有些股票还会超跌大盘。另外，今年2023年也快过完了，美联储升息基本上已到达尾声，而美国总统大选明年也将到来，故应有很多经济政策将会陆续推出。建议大家在股票投资的长期核心方法中，投资者也要学会关注以及把握市场的动向。巴菲特已92岁高龄，但依旧在办公室花5到6小时阅读和学习。人们可以通过读书和学习去扩张我们的能力，从容地处理更多事物。巴菲特在研究科技股市多年后，才开始增持苹果股票，并成为苹果公司的第3大股东，股份占比约 5.9%。这是因为他发现苹果和可口可乐一样，可以让消费者有成瘾性消费。故若要投资，就要先很了解这间公司，观察能否在未来10年有稳定和成长的表现。参考巴菲特选股，他买了可口可乐至少17年，也持有吉列股票至少16年。这些股票均帮巴菲特赚取高额回报，故赚钱最重要的就是时间。或许人们不需要很聪明，但需要很有耐心，所以他鼓励大家定投策略，就是每年不管股价高低，都定时买入股票。但并不是每个用定投策略的人都能赚钱。定投是长期，需要1到3年的时间去执行的策略。若遇到熊市，面对每天的账面亏损，还要不断加码，不会有太多人可以坚持的，需有足够的耐心，等待漫长的熊市结束。然而，投资追求的是资产稳健增长，只有赌博才有可能让你一夜致富。投资股票的心法和原则是投资，不是投机。
故建议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理念。我们可以先模仿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和理念。他在2023致股东公开信中分享了几项重点。A. 世界上有很多愚意的赌徒，他们远不如有耐心的投资者。B. 耐心是可以学习的，拥有长时间的注意力，且可以长时间集中于一件事的能力，是巨大的优势。C. 一间伟大的公司会在你不在之后继续工作，一个平庸的公司则不会。D. 不关注市场泡沫，我们一直寻找长期投资机会，并坚持长期持有。结论：中美贸易战争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，未来的投资世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不愿意改变的人将会失去机会，而敢于创新和适应新环境的人将会成为赢家。例如 AI 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赚钱的方向都会有很大的变革和机会，并且会逐渐实现。因此，人们必须跟上新时代的步伐，以及掌握未来的投资机会，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和成功。